好，大家好，旭大事非同凡响，我是童文勋。我觉得经过一天哦，我来看川普的抢钱大作战，必须要再进一步延伸，因为我发现这个计划不单纯，非常非常的深哈、怎么样很深呢？我觉得可以从习近平他最近召集了一些名气开大会，希望这些名气可以投资中国。然后改变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了。可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真的是习近平自己一手造成的，尤其是在香港反送中的事件上面。当时我们其实对习近平都误判了，怎么误判他呢？认为说香港这个金鸡母，中共再怎么愚蠢，就让他一国两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是个金鸡母啊，要投资中国的钱，他必须要有一个跳板。为什么要有一个跳板？并不是香港这个土地，这个弹丸之地有多么的伟大，它的唯一的重点就在于它有自由，然后它有民主法治，所以它有一个可靠的法院，然后它有自由，因此投资香港，大家觉得有保障。结果反送中之后，习近平真的把武警派进去，然后扼杀了整个香港仅存的一点大家对他的信赖，于是外资整个撤出。今天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很难救？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没有别的原因，这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而当时香港的年轻人以及国际对于习近平的误判，包括黎智英，黎智英虽然当时觉得判断说他宁可坐牢，可是没有想到要坐这么久的牢，是不是？就觉得因为香港它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够带头，然后带着香港人来做抗争。如果不抗争的话，整个民主完全没有。你不要说他可以双普选，不可能嘛？他要真的只是非常非常基础的民主而已。那习近平就算要保留香港，来统战台湾，他当时都不应该在香港掀起这样的腥风血雨。可是他真的做了，所以当时国际对于习近平的误判，包括我当时也觉得说，他真的会这么做吗？可是今天为止，我们对于习近平的了解，比6年前是不是更多一点？当然是。为什么更多一点？是因为香港的牺牲，让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没有人真的认识他，你透过媒体，透过他们的党编，他们的党怎么说呢？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的媒体，民营的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体嘛。所以透过这些媒体宣传的，然后他讲一些文告，这些内容你无法了解他，可是透过香港，你真的彻底了解他。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竟然问说通缩有什么不好，才知道说他连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都不懂。他真的相信社会主义，他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然后还要把这个主义自己都已经要把整个国家搞垮了，还要把这个主义推向全世界，这是脑袋有洞，有多大的洞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川普，他到底要怎么样围捕？他真的在围捕习近平，他要怎么样围捕他？那他的金卡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之一。所以在我们说对付中共，以及要把这个围堵大局这个棋下的好，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钱，断你的金流。你有各种金流，就像人的这个血液要输送到心脏，除了主动脉之外，那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血管啊，甚至连皮肤有一些微血管都有机会把血液输送回去心脏，各种不只是主动脉而已。好，所以你堵住了主动脉，还是有可能有血液可以流到心脏。因此，香港被你扼杀了。当时说上海要来取代香港，而今安在？因为他真的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香港的存在唯一的基础就是它有公平的法院，它还有一定的自由存在。
那这个民主跟法治，事实上是英国治理香港的时候留下来的。他训练了一批法官，那今天你让这些法官都枉法裁判，尤其在前不久，对于这些反送中的，不管是各界的文人啊，各界的意见领袖，还有这些年轻人，年轻的一辈，都判了重刑。你就是跟全世界讲说，投资中国风险超高，投资中国有去无回。所以6年前他开的什么名气会议有用吗？现在他的投入啊，投资还是净流出，净流出一直折损，国际的这些投资大鳄他找不到，只好拿中国这一些2咖、3咖、C 咖了，要求这些人再重复的投资中国。这些人会这么做吗？好，川普对峙的方法是什么？你想抢钱，我也在抢钱。可是我们如果让川普跟习近平来 PK 一下，你就会发现说，习近平几乎满盘皆墨，他全输。怎么说呢？大型的投资，我们看到川普只要见一个人，就一定有收获。所以从前不久，他见了软银的孙正义，这是日本的部分，所以日本的经济落袋。软银本来承诺要投资1000亿，最后加码变成2000亿。然后见了他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马上承诺就是说，未来4年是你川普执政，所以我对你有信心，于是我投资你6000亿美金。好，上个礼拜这个 Apple 的 CEO 就见了川普，在白宫承诺他要加码投资5000亿在美国，所以光是这几个数字就已经多少钱了。然后台湾也承诺说，因为要打平我们的贸易逆差，所以我们也要加强投资美国。就这个部分，我们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并没有开一个空白的支票。可是到底这个口头的承诺你要履行什么？你用什么东西来投资？到底是哪个企业来投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内容。然后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影片，是台湾 Plus， 就是蔡英文当时弄的这个台湾 Plus 其实国家不应该有一个媒体，可是国家弄了一个台湾 Plus 已经有问题了。然后他有一个节目叫做 Room In Room Out， 好，就是镜头的进跟出好，谈到什么呢？谈到乌克兰这访问英国的智库，因为它是一个英文的节目嘛。我们台湾的台湾 Plus 访问英国的智库，用英文的方式来表达那川普的团队当然看得懂嘛。其实川普的团队有很多人看得懂中文啊，你就算用中文来说，他都看得懂，何况你用他的母语来谈。好，他用英文来讲什么呢？建议乌克兰宁可继续打仗，不要接受美国的安排，不要接受和平的协议。这是台湾的台湾 Plus。 所以台湾到现在有一股力量还在，而且是民进党政府的力量还在反川移川。可是人家早已经前进走到哪几步去了？你不但跟不上，你还想要逆潮流而走。你做这样的节目有任何的价值吗？所以我觉得让习近平来跟川普 PK 一下，在早前在投资自己的国家，习近平在第一步输了。有哪些国际的投资者，这些关键的代表人物还在投资中国？没有，但是大举投资美国。美国本来就是最大的市场，他要吸金本来就很容易。再来，川普自己主张，他要把只要是在美国制造的所有产业，要把他的所得税、盈利事业所得税、公司的所得税，把它降到15%。他现在的利率是21%，好，所得税是21%，这是对公司。如果今天是卡马拉当选的话，他当时说他要把这个企业的所得税要提高到27%，那比欧盟还高，比中国还高。
那你就逼着这些产业跑到中国去嘛，不是吗？你本来在中段班，在全世界你是21%的盈利事业所得税，你要把它变成27%。川普说 no no no， 我把它变成15%。那于是民主党这些议员就骂川普，哦，你要降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你就是让你这些富翁的朋友更有钱。但是错了，要听弗里曼的话，人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他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影片我放了好几次给大家看了，应该都有印象了吧？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也没有一种东西叫做公司的所得税，因为公司就是个人股东集合起来的一个法人，因此最后的所得税也是个人缴的。你只要是叫做国家的税，任何一种税，到最后都是个人缴的。你有这样的概念，这是非常基本的概念，这个也叫做 common sense， 这是常识。好，那所以对于企业所得税的下降，从21%降到15%，其实就是对个人所得税的下降，就这么简单。因为它最后还是会分散到股东手上，降低了所得税。降低所得税不是在降低任何富翁的税，相反的，去课关税才是在课这些富翁的税。为什么？因为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他不见得要去消费进口的商品，他只要生活必需品价格可以降下来，不要涨，然后实质的所得税下降，那他的实质所得就会增加。再加上你让这么多人来投资美国，所以不但可以二度就业，然后年轻人薪水会涨，公务人员薪水也会涨。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州对于公务人员的薪水一涨20%，当然可以做到。我相信在川普、伊隆马斯克的斗举之后，因为政府有效率，杜绝浪费，杜绝贪污腐败，那公务人员薪水当然会涨啊。你原来是100个人在做这些事情，把钱都分走了，现在只剩下20%的人在做，他薪水把它调1倍都没问题啊，不要说调20%。所以实质所得会增长。那中国也要降所得税吗？没有啊，他把这些名气找来，还要再收割一遍。所以第二个层次，川普又赢了习近平。所以吸金就是吸超力或是超能力，川普在吸金的程度上面是完全赢过习近平的。然后呢，他又把所得税给降低。对于全世界的企业来说，那既然市场在那里，他要给我降所得税，我把工厂移到那里去生产制造，一点都没有问题，而且我还可以避开关税。所以他的这个整个打击是非常有层次的。好，所以讲到关税，他又用关税来攻击谁呢？攻击习近平呢？如果他真的我没有办法把你逼上谈判桌，我们来谈谈限武谈判。核武要制止啊，你不同意对不对？而且他怎么样逼出习近平说他不同意要限武？就很简单嘛，他先跟普丁电话打一打，然后普丁同意啦。普丁同意之后，就跟习近平通了电话，说：嘿，我要跟他同意哦，50%的限武谈判，我同意50%。我们这样弄一大堆库存，生产一些不能够使用的核子武器，干什么呢？不要浪费这个钱了。限武50%没有问题，那你也要签名。结果现在习近平被逼出来了，就是昨天我们分享的，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增加军备是为了和平。你增加军备为了和平，为了什么和平？没有人要去进攻这个中国啊，谁要进攻中国？没有。那你一直扩武要干什么？因为你是扩张主义嘛，你要攻击别人啊，你要侵略别人啊，这很简单嘛。这个可以得出来必然的答案，就是因为你要侵略别人呢。他竟然还讲说，希望美国呢，你当领头羊好了，你要限武，你就先砍啊，你要砍50%就先砍啊。那如果美国砍50%，俄罗斯也砍50%，中国继续增加军备，
那到最后全部人都被他侵略，不是就是刚刚好了吗？开什么玩笑？可是川普成功的用刺激你，然后看到你的反应。现在川普逼出习近平跟全世界讲说，他要扩张军备，没有一个国家在扩张军备。川普现在要逼着加拿大、逼着欧盟这些国家，嘿，你们都没有遵守北约当时的协定哦，你至少 GDP 的3%的军备你都没做到哦。所以哪一个国家在扩张军事？没有，只有中共。然后俄罗斯已经投降了，他说我不干了，我不要扩张军备，真的撑不下去了，老子不玩了，我们来减少50%。所以有刺激有反应。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不坐上谈判桌，川普很简单啊，我苛征你100%的关税啊。那一旦苛征100%的关税，会发生什么事？习近平会继续大失血，没有一个企业有办法在中国活下去，于是通通都会逃离中国。你不逃离中国，你就活不下去。只剩下一点点的内需市场的这些产业还可以留下来，只供内需市场。可是内需有这么多内需吗？因为已经进入通缩的这种阴影，大部分人会怎么样？减少消费。一旦减少消费，通缩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通缩是一种恶性循环，通缩是没有任何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救的。而习近平竟然说通缩有什么问题？通缩有什么不好？所以第三个层次救不了。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从吸金的角度，川普已经布局正常的金流，他当然要控制的是全世界这一些大型的投资，这些大型的投资不会再进入中国，而且会回流到美国。第一关，第二关降低企业的所得税，那它更会吸引全世界回流投资美国。美国本来就有非常多的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商社，这些全世界全球100大的公司，本来就是从美国出去的。那回到美国是刚刚好而已啊。你创造他们可以投资的环境。第三，他用关税再继续把这些产业啊，就像拧毛巾，晒干的毛巾啊，都可以拧出水来，就把这些都拧干了。然后没有想到，我昨天我看到说他要发这个绿卡金卡的时候，因为他真的细节还没有出来，然后他的说法，他自己在白宫的说法，昨天给大家看的影片是说他要取代他的现在的投资移民，就现在投资移民大概是80万到105万，可是投资移民这个钱还是投资者的钱，你只要创造就业机会，我就给你绿卡，然后几年之后你就可以考公民了。可今天不是他说的这个金卡，他说的这个金卡的钱呢，$500万是美国政府可以拿来运用的。那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买卖咯。我看大家的意见，虽然说整个细节还没有出来，很多人留言都认为说这是一个买卖。好，那我们就想一想，谁会真的花$500万去买绿卡？就我所认识的有钱人，他们不见得要绿卡，因为你一旦有了绿卡之后，你就必须要在美国每一年你要停留183天，183就是把一年365天除以2，除以2之后你还要多1天，所以就是183天。那你一旦在美国停留183天，一旦超过一半，就超过6个月，那你就超出了一般的商务签证或是观光旅游签证6个月，对不对？那你超过1天你就非法居留了。那能够正常的超过183天的人都是什么？都是有绿卡的人，有这个永久居留权的人嘛？你就必须要缴税。你如果是非法停留的话，你真的就是超过183天，你就要在美国报税，这是美国的税法。好，那他真的是只要你那$500万吗？不是哦，他锁定了一个什么样的钱？我们刚刚说了，干净的钱，好，国际的投资，再来我减企业的所得税，所以干净的钱都可以进来。再来，我用关税的方式逼迫所有的企业要回到美国去生产制造。
这都是干净的钱。可是他连灰色的钱他都要，甚至是黑色的钱。什么叫做灰色跟黑色的钱呢？谁会为了拿到绿卡，好像要买一张保命符一样，美国保护你，花$500万呢？绝对不是一般的投资移民。$500万送给美国，过去以来有很多人申请，所以川普手上一定有一个数字。到底哪些人想要这张绿卡，但是苦于有一些因素他拿不到，尤其是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因为到今天为止，他的申请身份，所有包括观光签证都在内啊，他都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拿掉，你是不是加入过共产党？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如果说谎，我即使曾经给你绿卡，都会把你拔掉，把你的绿卡没收。所以有一些所谓的名誉人士是假的名誉人士，后来他的绿卡就被拔掉了，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可能都已经回到中国去了，然后现在闷不吭声，不敢发声。好，所以他到底这个$500万的绿卡金卡呀，他要卖给谁？他要卖给这个资金有问题的人，而且希望寻求美国庇护的这一群人。可能他还是要宣誓，过去对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现在不是了。那你因为你愿意捐$500万给美国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网开一面，你签这些宣誓书，然后呢，我就给你绿卡，全家我都庇护你。那这只是为了那$500万吗？当然不是嘛。这些有$500万可以买金卡的人，他的身家性命资产有多少？以前要东躲西藏，要藏在世界各地啊。那他一旦有了绿卡之后，他把这些钱全部都停泊在美国就好啦。所以川普连这些黑色灰色的钱，他都要把它抢过来，从习近平手上抢过来，让他停泊在美国。所以为什么川普被问到说，哎，你为什么不谴责普丁呢？习近平川普被问到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告诉你，我现在不告诉你。可是这个答案不就是很明显吗？那这些媒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我们昨天分享了有6大理由，媒体所说出来的6大理由，为什么川普不谴责普丁？那个理由很可笑哈，其中只有1-2个理由觉得有可能性，但是大部分理由都很好笑。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川普喜欢普丁呢。第二个理由是说，因为川普讨厌泽伦斯基。再来就是说，川普有错误的历史观，他的资讯是错的。那第4个比较有可能性的就是说，哎呀，他不要刺激普丁嘛，现在要谈判呢，所以不要刺激普丁，要这个让他坐上谈判桌嘛，你骂他，他就不来了。那第5个比较有可能性，就是因为 MAGA， 可是 MAGA 又被说为是一种孤立主义，这绝对不是孤立主义。如果要说他是孤立主义的话，他是要孤立中共，他不是要孤立美国。他退出这个群那个群的，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国际空间让给中共嘛？当然不是嘛。你要去养那些小弟，你去养好了，我再重组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啊，我重组一个像新的联合国啊，新的国际的世卫组织啊，有功能的，而不是现在你控制的这些小弟，在多少人口啊，你一个人一票。从1970年代就玩这种游戏，当时雷根在加州州长的位置还没有竞选总统了，他就说其实应该要考虑美国应该要退出联合国，或者对于很多的事项我们拒绝参与表决，才能够脱离联合国的控制。好，所以媒体怎么说都没有说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川普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他要联俄制中，这从头到尾就是要控制中共，包围中共，这整个态势已经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这么清楚的一个态势，他到最后连灰色的钱、黑色的钱他都不放过，重点就是要整个让习近平的血被抽干，抽干他。所以他不止抽干了深层政府的沼泽，透过斗举，
透过揭露像 USAID 这样的单位，他让这个整个华府的深层政府，你被断了金流，你还能做什么？好，这第一步要做的。然后呢，他整个包围的态势就是在包围习近平，没有别的了，这非常清楚的。到今天为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看不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很纳闷，可能不是看不清楚哦，也许他们真的是使坏，明明看清楚了、看懂了，但是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所以，我们看最近的这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已经忙到没有办法处理了。他们很多都在处理旧闻，处理川普3天前、4天前的事情。所以呢，你会发现说，习近平呢，完全没有任何的版面，没有人要报道中国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报道。那20年来，我们看主流媒体几乎每一天他们的头版的这些几个主要的条目都在讲唱衰美国，然后唱红中共。可是现在呢，习近平甚至没有任何的版面，没有任何吸金的版面。而如果有任何的媒体报道到中国的问题、中共的问题，那通常是因为什么？那通常因为川普出手了，那所以他被迫反应。所以仍然在川普的整个兵推的范围里面，我们说过用 AI 可以做兵棋推演，而这个兵棋推演是非常准确的，它可以同时从数据库里面捞出来这些资料去做分析。你这么做，对方会怎么做？然后对方这么做，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所以它一个非常绵密的蜘蛛网，完全帮你分析清楚，然后你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在这样的兵推的演练底下，川普阵营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不会说错话，而且可以交叉协防。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唯一一个可以跟 AI 并驾齐驱的政府。包括他的 Doge 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效率？一样是在善用 AI。这个就是科技为善良服务的最好的典范。那之前很多人说 AI 会怎样 ，AI 会怎样，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了 AI 它绝对有正面的功能，所以我们努力让 AI 走向正面光明的道路，这是每一个人要努力的。所以我们要在正体字上面每一天都要写，每一天都要说，让 AI 可以抓到正确的讯息，做正确的判断。而且当我们在说写台湾跟中国的问题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让它呈现。当 AI 在抓这一些资料出来，分析给川普阵营的时候，也会看到，也会分析出更正确的讯息，更正确的兵推的结果。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努力，那个渗透的力量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每个人每一天都要说跟写啊，原因在这里哈。好，所以达成协议是一定的哈，因为整个趋势在那里，所以我们讲势，这个势已经形成了，就会势不可挡。那看得出来，就是川普他一步一步往前推进，所以他打的是什么拳呢？他打的是有时候乱拳，他一天呢可能有3、4个发言，自己的新闻覆盖自己的新闻，可是他不在乎啊，他不在乎自己的新闻覆盖自己的新闻。可你发现说，主流媒体疲于奔命，过去以来他们习惯那种生活的模式，所以可能1个月里面顶多有4、5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然后他们还可以闲闲的找专家来分析，然后呢做一点炒作，然后带一点风向。可是现在川普的阵营让你完全来不及，他同一天所处理的事情是自己的讯息覆盖自己的讯息。过去我们常说，哎呀，你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让它酝酿，所以你到底是星期一要做新闻发布会，还是星期五，还是周末，这个都有 make up 的。你要在什么时候发布，才会有最好的新闻的效应。可是现在川普他已经完全不在乎，反正他继续往前推进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缺乏 AI 协助的、没有兵推的这一些政权呢，它就完全被丢在后面，甩在脑后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习近平的新闻？有的话，也大概就是在川普各种包围之势底下刺激而产生的反应。当你对于一件事情只有别人刺激你，你反应一下的时候，代表你已经完全被覆盖，而且完全被控制了。你是非常非常被动的。而这样的被动有没有效果？我们就来说，如果今天全世界都坐下来接受这一场现武谈判的时候，谁有资格坐上这个核武的现武谈判的谈判桌？那你说，俄罗斯跟美国是一定可以坐上去的啊。那还有其他的国家啊，因为俄罗斯的核武的扩散，所以它的旗下以前的旧苏联的几个国家，你看，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后来现武，对不对？然后白俄罗斯，还有呢哈萨克，然后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然后还有谁？印度，对不对？然后很多人都认为说以色列有核武，但是没有得到证实。然后伊朗到底有没有核武？大概这几个国家。然后我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前副总统，对不对？大家觉得说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来台湾，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要让他来？好，我不这么看问题。然后再来是美国前国务卿来台湾，蓬佩奥，大家也觉得说为什么要让他来？哦，川普对他怎样怎样？我不这么看事情。我看他们两个来都共同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说啊，如果美国没有办法维持第一岛链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的话，没有办法捍卫台湾的话，那会导致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小国，认为说，那要捍卫我自身，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核武，而且很多国家都可以发展核武，最快的时间里面，可能3个月之内就可以产生核武，生产核弹。那他在讲谁呢？他们两个人都在讲台湾，而且是跑到台湾来演讲，讲这件事情，那就要搞清楚嘛，台湾到底有没有发展核弹？但是台湾有发展核弹的条件，条件是什么？我们有已经累积了，没有办法运出去，因为国际的这些合约限制，我们没有办法运出去的高阶核废料，总共有5000吨。5000吨当然可以拿来提炼呢，就算不提炼也可以制造脏弹。好，那所以台湾有没有资格坐上这个现武谈判的谈判桌？有资格啊，我们也同意现武啊，我们也同意不要发展核武啊，我们同意核共享啊，这是当时安倍晋三还在世的时候，安倍提出来的核武共享。日本也不发展核武，那美国已经发展核武，有这么多库存啊，我们帮你们解决库存，甚至你这些核弹就部署在我们这边 ，OK 的。所以整个合围之势已经形成了。所以当俄罗斯跟美国为主，带着这些有条件发展核武的国家，大家坐下来签了这个合约，那不签合约的人就会变成世界的孤鸟。所以真正的孤立主义是谁？真正的孤立主义就是中共。中共自己用自己的嘴巴告诉全世界，我孤立了，你们都要献武啊，我不要。那也反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中共真的要动武，而且动用核武的话，那就合理化每一个国家有核武的国家都可以用自己手上的核武攻击习近平。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整个合围之势已经形成了。所以今天我会特别谈这个问题，就是不要小看金卡这件事。我昨天也在思考，哎，到底这个金卡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谁他花500万美金去买这样的一个居留权啊？绿卡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但我们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昨天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确实有一群人他有钱，但是他一直拿不到，他就是拿不到绿卡。那拿不到绿卡有，比如说以中国来说，往往就是因为他是有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所以他拿不到。好，那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好，刚才有那个吗？好，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台湾有很多绿卡，对啊，台湾人有很多人有绿卡，所以绿卡有这么重要吗？那如果说这一些之前拿不到绿卡的人，可以利用500万美金奉送给美国政府，然后等于是买保护费，付的保护费，我让你的身家性命，你的全家，我若让你的资产全部安顿在美国，我保护你，那你把资产移动到美国来，那移动到美国去的时候，它不会只是放在那里存在银行，或者放在金库里面呢，它当然会放到市场去投资，所以股票市场也会好，房地产也会好啊。所以这一招真的是已经我们讲的一个成语哈，未必是很好的成语，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所有的事情都拿来用了，所有的方法都拿来用，他连灰色地带的钱都不放过。很明显的，他就是锁定这些有灰色的钱的人，已经洗出来的钱，那你通通都拿来 parking 在美国，因为当你要申请绿卡的时候，你就要揭示你所有的财产，你所有的资产放在哪里，不能说谎。那你这些资产，包括你的未成年子女，你要一并的申请绿卡，可以来。那过去因为哪些因素，所以不给你？那现在呢？你宣誓，我们帮你量身定做。所以，与其把移民局的人放在那边去玩那种毛毛雨，那种小额的投资移民，然后这些移民局的人跟外面的移民中介在那边赚钱，我不如把它收归国有啊。所以，与其放任你们去贪污，不如我来贪污。当然不是，因为这个钱是回到联邦，没有人贪污，我就是把这个钱全部收回联邦，我来运用。因此，他有超能力啊，是不是？川普真的吸金的能力太厉害了。好，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也谢谢大家，谢谢奶鸡，好，谢谢董内，我看前面有很多，好，很多的留言哦，有一些留言我现在我要滑回去才看得到哈。好的，好，谢谢徐美玲斗内，美玲，谢谢谢明志斗内，谢谢老顽童钟启兄斗内，好，谢谢奶鸡又斗内哈，好的，谢谢。然后好好看到了看到了，谢谢大家。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把沉淀了一天的一些想法哈，再来跟大家分享。那其他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台湾现在我认为还没有准备好。当川普在跟习近平抢钱的时候，那不然习近平也可以这么做啊。美国川普在卖绿卡啊，你也可以卖中国的国籍啊。你是不是也可以500万美金，然后我宣誓，好，就是你给我500万美金，我就给你中国的国籍，然后呢，你来投资中国，有没有人要去？可以试试看啊，大家来 PK 啊，是不是？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事实上，在川普可以运用的手段里面，英文常讲这个胡萝卜跟棍子哈，到底给你什么样的胡萝卜，或者给你棍子，这个要怎么样出拳？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有时间。
以前呢，只要他下床的时候想起中共，对台湾来说就增加了一分安全。现在呢，他可能白天在睡觉之前、上床之前，他还在想中共；下床的时候想到中共，上床之前想到中共，哎，那就够了，因为他已经全部的精神都可以用来对付中共。那他为什么要对付中共呢？跟他有仇吗？喜欢他或不喜欢他吗？都不是。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现武，解决核武的问题，是从过去80年来，从有第一颗原子弹被做出来，然后后来有2颗原子弹被丢在广岛跟长崎之后，那全世界得到的震撼是什么？现在这些人手上，各个国家手上所拥有的核弹，足以摧毁地球非常多次啊，几十次啊。所以一定要限制这些神经病狂人嘛。所以整个中国的整个未来的变化会往哪里走？这当然是川普的整个兵棋推演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当你这样子包围他的时候，他下一步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当然不会让他把仗打起来，他不会让他打仗的。所以今天呢，还有另外一则新闻哈，这则新闻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则新闻，我们把它稍微读一下。这是台湾的《泰报》做的分析，标题是说美国是否允许中国武统台湾？川普说：“我绝对不会给你答案。”那大家可以猜猜看，他绝对不会给你的答案是什么？他的右边坐着卢比欧，他的国务卿；他的左边坐着他的国防部部长，好，比特。好，他看着他，好，那他可以把这个答案，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答案，可是他绝对已经把答案告诉了卢比欧，他也绝对把答案告诉了他的国防部部长，不是吗？那美国是否允许中国武统台湾？他为什么不说？大家可以猜猜看，我们做最大的猜测。好，那这边分析在说什么？其实他这边分析也不长，哈，短短的，我们把它整个读一遍好了哈。好，在这个标题底下，美国总统川普周三2月26美国的时间再度被问及关于台海危机的立场，他说绝对不会回答是否允许中国武统台湾的问题。这个是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回答现场记者的提问。有媒体问他说，他执政期间是否不会允许中国武统台湾？川普说，我绝对不会给出评论，我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情况。他进一步表示，他希望中国包括跨境投资等议题上，跟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他再说了，我可以告诉你哦，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我跟他关系很好，我们跟中国有良好的关系，而且他们也不会占我们的便宜。所以就谈到这个关税的问题哈。然后这个会议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相片哈。周三这一天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次召开内阁会议，站着的这个人就是伊隆马斯克，他并没有坐在第一排，他坐在第二排哈。他站着正在说话。好，所以马斯克呢一直被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中国有投资哈。那这个我们也分析过很多次哈。不，真的想要说要用马斯克来影响川普，谈了很久了嘛。事实上，刚当选没有多久，我们不是分析过一篇主流媒体的评论吗？我记得是 CNN 综合先好几则报道，他们说大概伊隆马斯克跟川普很快就会闹翻。那他们不但没有闹翻，他们现在感情好得很。好，然后卢比欧在台湾的议题上面跟川普有一点点不同调哈，因为他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防范任何可能的攻击发生。卢比欧还说，北京很清楚的知道美国在强大领袖川普总统领导下的军力。
卢比欧说，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回应，或是我们有一个软弱的领导人，他们就会尝试出兵。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否则这将是全世界的惨事，对中国也是一件坏事。那这篇报道就说了，之前拜登曾经2次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出兵协防。可是川普呢，却一直模模糊糊的，始终不愿意公开说。可是始终不愿意公开说，就是代表说他允许北京可以入侵台湾吗？绝对不是。我甚至可以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解读哈。好，尤其他身边的这个卢比欧跟他的国防部部长哈赫格塞斯，我认为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就是永远不要忘记川普还有一张牌，这张牌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必要的时候让领导先走，甚至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曾经说过一句话，卢比欧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你们这一些国际的这一些导弹的这些分子，恐怖主义、极权主义，你们之所以还活着，是我们让你活着。这个也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说过的话哈。就是你们现在还活着，是我们让你还活着。又或者是当时以色列的总理，他飞到了去年七月的时候，就在哈马斯跟王毅在中国北京的这一场大会，哈马斯大会之后，然后联合国拒绝谴责哈马斯恐攻以色列，纳坦雅胡跑到联合国去演讲。当时他拿了2张地图，对不对？他说一张是上帝所祝福的地图，一张是黑色的，一张是被诅咒的地图。那请问你们要哪一个？所以他说没有一个地方，讲到伊朗，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以色列长臂管辖的地方。那他在告诉联合国的所有的成员国，你们都在我长臂管辖的范围。反正以色列并不是国际法庭的签约国，所以他不受国际法庭的拘束。我又不是你签约国，你说你要通缉我，你就通缉我吗？他飞到联合国也没有人把他抓起来啊。所以川普永远有以色列这一张牌。因此我可以一边给你胡萝卜，一边给你棒子。当需要出棒子的时候，不见得美国自己要出手，因为中共现在跟以色列的仇结得非常的大，他要帮哈马斯灭掉以色列，要帮巴勒斯坦建都在耶路撒冷，那就是要让以色列灭国的意思啊。然后以色列用 AI， 用非常多的复杂的技术，他完全可以兵推知道说哈马斯这些成员人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的打击，可以这些斩首計劃每一件都可以成功，绝对不是说这些哈马斯的头子还是这些真主党的头子，他们人这个小时经过这个情报知道说他现在正在哪里开会，因此我们这个时候派出这个无人机，然后精准的轰炸他，绝对来不及。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就是你真的做了兵推，他们过去的生活的习惯，那下一步他会做什么？预测的非常的准，所以拳头已经放在那里了，等着你的脸凑过来打。所以是你的脸来打我的拳头。无人机已经在那附近了，它可能停在附近的谁的屋顶上，你不知道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时常到屋顶上去勘察。然后因为 AI 已经分析出来他们在哪里开会，而且他们通常在什么地方开会，在地底下开会1个小时之后就要移动地点。那为什么能够这么精准的打击可以抓到人？绝对不是透过人的情报。因此现在中共也应该非常的清楚，当以色列出手精准打击的时候，要让领导先走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真的要布局哪一个人可以逃得掉，
逃不掉，所以他们才会在北京盖一个非常庞大的地下碉堡，是整个五角大厦的10倍，把这些局势整个国际的布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嘛。这个你真的说要让他去攻击台湾，武统台湾，川普为什么说我不告诉你？他为什么说我不告诉你？因为他怎么能告诉你呢？如果说他要同意以色列去做斩首计划的话，他现在可以告诉你吗？他不会告诉你啊，他只会转头跟他的国防部部长说开动这些事情，他当然不会告诉你。所以透过卢比欧会讲得非常的清楚，比较清楚，可是不会在川普的模糊底下，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立场吧？所以川普的模糊，他的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当然不可能让中国可以进攻台湾。然后怎么样让他不可以进攻台湾呢？就像卢比欧说的，我们会防范在前面。所以人很难去隐藏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多问几句，其实答案就出来了。可是川普呢，他已经非常的娴熟，所以他就告诉你，我才不告诉你。可是当他说我才不告诉你的时候，其实他什么都说了。我的判读就是，他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胡萝卜跟棍子，那个棍子在必要的时候就是斩首计划，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会，当然可以，而且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在那里。以色列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受苦受难的？就是因为哈马斯真主党伊朗后面就是中共。那现在苏联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俄罗斯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对不对？乌克兰的和平协议也已经快要签了，那竟然台湾还有一个台湾 Plus 这个节目，在鼓吹找什么英国的智库，在鼓吹乌克兰不要接受和平协议。那请问死在战场上的是谁？是别人的小孩子死不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吧。台湾 Plus 怎么可以放这样的节目呢？所以还在以美，还在宜川。你说以美宜川亲共的只有蓝营还是白营吗？绿营到底在干什么？这个才是台湾真正的问题。而且眼见乌克兰问题在3月、4月就可以解决了，那台湾的问题可以拖过5月吗？今天因为孙正义，因为安倍昭惠去见了川普，然后石破茂也去见了川普，他几乎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川普，所以日本没有在川普的经济制裁的名单里面，关税的部分没有要对日本施加。那台湾呢？不要等到川普出手，趁着他现在还在忙着乌克兰的事情，台湾政府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嘛？没有，这个政府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们已经提出非常多的质疑了哈，真的不知道干什么。所以民间能做的还是要做，因为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国家不是这个政府他们在坐地分赃而已，这是每一个人在这边生存的人、生活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我们应该要尽一己之力，不管这个政府如何作为哈，或不作为。好，那就这样子吧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一边，今天先讲到这边哈。谢谢乃基郑慧吉，谢谢。好的，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